磕磕绊绊20来年，印度航母终于服役了。在火力军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印度这么高调，只要研发装备信物，绝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不过说真的，印度军力也确实蒸蒸日上，海军那边最需要的装备下水了，空军自然不能落后。如今印度再度宣布好消息，我们国产五代机的初步设计工作终于完成了，将在2025年完成首飞。等到那时候，美国的 F-22、俄罗斯的苏57与中国的歼20通通后边站，我们国产 AMCA 才是直接最强的。印度航空发展总局干事都表示， AMCA 的设计已经完成了，这架战机包含的15000个部件全部都完成了设计。不得不说，印度自研武器的能力一直受到诟病，别人10年磨一件，印度能磨20-30年。为了扭转这个印象，印度是不断推出新型国产武器的研制计划，首先是国产航母，然后是高超声速武器，如今印度又重提他们的 ACMA 五代机计划，并且还有望近几年完成首飞。起初火力军对此不以为意，毕竟前面有光辉战机的例子在那儿，以为这次估计又是想说个大话。结果当火力军看到最新设计方案后，才发现这个设计不一般。这不就是美国 F-22的印度本土化吗？这个世界已经刮起了 F-22的山寨风了吗？起初，印度为了能够尽快获得能用得上的五代机，还选定了俄罗斯当作合作伙伴，打算在苏57的基础上研发属于印度自己的五代机，并命名为 FGFA 战机项目。但各位也都知道，就算到了2022年，苏57依旧不堪大用，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长期困扰着俄军，就连俄军自己都没有订购几架。并且这个项目虽说是两国联合研发，但俄罗斯只是想要一个金主而已，印度只需要为这个项目砸钱就行。这样既能加快项目推进速度，还能用完善的新技术反哺 FGFA 的母型苏57。印度前后投进去了几十亿美元，全部合作也达到了近100亿。印度也能凭借这个项目获得100架五代机，并且这些战机基本都会在印度生产，完全符合印度的武器发展。虽说此前印度对 FGFA 有过争执，表示这架战机不行，达不到印度空军的要求，但也有人觉得这是在向俄罗斯讨价还价，是为了索要更深层次的技术转让，另外也是为了降低整个项目所需的研发费用。而且这可不是猜测，俄罗斯虽说是与印度进行合作，但是却不愿意为印度提供 FGFA 战机的源代码。这种情况就跟日本当初与美国共同研发 F-2 战机一样，充其量只是在本国设立组装线，而不是进行完整技术的转移。这种结果对于本国航空技术的提升毫无意义。然而，俄罗斯拿到大把投资资金之后，却迟迟不按印度要求开发战机，让印度纠结的还有 FGFA 的价格太高。花250亿美元采购印俄联合研发的 FGFA， 这是印度多年来一直没变的计划。但随着苏57价格的一路高涨，印度采购 FGFA 的数量也在一路下滑，从最早的计划采购214架降到127架。这样一来，算上科研费用， FGFA 平均单价将超过 1.97 亿美元。忍无可忍的印度一怒之下就宣布结束了合作，任谁都不愿意当这种冤大头，更别说拥有强国之心的印度了。最终，印度版苏57项目就这样夭折了。求人不如求己，既然俄罗斯不靠谱，那就自己搞吧。此前 AMCA 项目就是印度所进行的中型战斗机项目，是为了开发一种具有隐身能力的双发战斗机，以此来取代空军的主力战斗机，也就是幻象2000和美洲豹战斗机。后来中型战斗机计划重新命名为先进中型战斗机计划，由印度国防科技与发展组织的下属飞机设计开发机构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也就是印度航空发展局。这个机构曾负责印度光辉战斗机。AMCA 项目定义和初步设计是从2013年开始，后来印度航空发展局曾先后研究了 AMCA 项目的9种初始模型，并在风洞试验中验证了整体数据，直到2014年确定了最后一种模型，
也就是3B09号模型。仅在1年后，印度航空发展局便完成了 AMCA 的基本设计配置，并向印度空军提交了详细的计划报告。在经过审查后， AMCA 又进行了多次改进，最终被印度空军接手。项目定义阶段在2017年完成， AMCA 的详细设计阶段在2018年便开始了。这时候就需要开发 AMCA 的全尺寸模型，并将进行相关的隐身测试。第一个原型机预计要到2024年推出。实际上，在当初完成风洞模型设计后，印度便决定在2017年进行首飞。但是呢，各位也知道，印度这个国家项目是非常舍得花钱的，但进度缓慢的令人发指。所以 AMCA 一直停留在了模型阶段，首飞日期一拖再拖，直到2019年才正式进图详细设计方面。不过对于这种情况，火力军已经见怪不怪了。AMCA 项目经过多次迭代，模型不知道换了多少种了，但核心要求这方面，印度可是一直都没有违背。隐身、单座、空中优势、对地攻击、轰炸、拦截，以及打击和敌方防空压制和电子战设计的全天候多用途战斗机。整体的隐身设计采用传统方法，平滑的机身外形、锯齿状的细节设计、低截获率雷达、带有隐藏发动机风扇叶片的 DSI 进气道、内部武器舱以及广泛使用复合材料。目前主流五代机基本都是这种设计。同时 AMCA 还会搭载新一代航电和武器系统，可以执行纵深打击和海上起降任务，用途跟美军的 F-35有些类似。为了能为战机提升性能， AMCA 还有可能采用人工智能辅助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分布式无源传感器，以此来提高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并且还能与先进电子战套件协同合作。 AMCA 的分布式处理系统采用快速处理器和智能子系统。 AMCA 还将拥有一个集成的飞机健康监测系统，用来实时检测飞机状态。同时，印度也吸取其他国家五代机设计的要点，着重强调了在机动性与隐身性之间的平衡。例如，美国第一架隐身战机 F-117夜鹰战斗机，就是因为缺乏机动性才被导弹击落。所以，美国在研发 F-22的时候，非常注重隐身性与机动性之间的平衡。AMCA 将采用2台并排安装的涡扇发动机提供动力，最初计划是采用光辉战机发动机的升级版本，结果性能不够用，升级项目也就被搁置了。既然本土实力不够，那就找外援。印度一直都在寻求和外国企业合作研发发动机。目前，英国的罗罗公司、法国赛风发动机公司以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都是 AMCA 项目发动机的主要候选者。主要因为印度空军所装备的多款战机都与这几家公司有所合作。为了能够获得最强隐身性能， AMCA 的武器将会完全采用内部武器舱配置，同时 AMCA 还具有超视距导弹标准能力。印度下一代空地导弹 Astara 空对空导弹、反装甲导弹、Rudraarm 反辐射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精确弹药， AMCA 通通可以挂载。就连定向能武器，印度也打算为其配备。整个战机项目将会分为2个阶段进行开发，分别是 AMCA Mk1 和 Mk2。前者是印度空军需要5代隐身战机，后者就不得了了，印度要为其提供一部分的6代机能力。Mk1 型将在2024年亮相，2025年首飞，预计在2030年服役。至于 Mk2 型，估计需要等上一段时间，毕竟这是要装备6代机技术的，开发设计可能就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Mk2 型拥有5个主要功能：综合飞机健康检查系统、人工智能、自动起降、自动空中加油以及远程驾驶。未来，印度还打算在 AMCA 基础上研制一款轻型战机。不过，当火力军看到印度公开的 AMCA 战机预想图和模型以后，这不就是美国的 F-22 吗？看来在双座型苏57打水漂后，印度似乎把目光转移到美制战机上了，试图将 F-22 猛禽印度本土化。没办法， F-22 绝对是5代机成熟设计，拿现成的来开发自己的，对印度来说也能节省资源，就是不知道外表像内部像不像，可别出现东施效颦。根据印度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 AMCA 战机的等比例模型已经完成了雷达反射截面积的测试，并且最终结果低于 0.01 平方米。
印度空军当然非常满意，毕竟美国 F-22猛禽的雷达反射截面积也只有 0.05。显然，印度对这架战机赋予厚望啊，未来还将对其追加资金。到目前为止，印度空军计划订购40架 MA-1 型与80架 MK-2 型，总计120架隐身战机。虽说不能完全取代印度的200多架苏35 MK-1，但这已经足够印度使用了。毕竟五代机的出现并不是让四代机完全消失，就连美国还有大量四代机在发光发热的。这些进行过升级的四代机在未来几年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只是对于印度的超级大国梦来说，120架真的不多呀，要不然怎么能全打美国脚踢中俄呢？至于为何如此迫切的研发五代机，这还是因为印度空军的需求。目前空军现役的大多是四代机，还没有任何一款五代机加入印度空军，而世界军事强国基本都装备了五代机，甚至6代机都在研发。自认为世界第4强国的印度，自然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五代机，而且五代机毕竟是五代机，面对四代机拥有很大优势，包括隐身性能、超声速巡航以及航电等。同时，许多未来的新技术也可以集成到五代机上面，但能够提供印度选择的五代机很少。美国不太可能向印度提供 F-35，毕竟盟友还没装备一遍呢。即便美国答应出手，也很难按印度预想时间形成规模战斗力，因为美国自己就打算装备1700多架，其他几个国家也在排队等货。如果印度现在开始排队采购 F-35，估计2025年前也很难拿到 F-35战机。俄罗斯又是把印度当成冤大头，苏57至今仍是不堪大用，苏75也仅仅拥有一个模型，而且在采购外国战机时成本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自研是印度唯一可走的路了。这也有助于在五代机上整合印度选择的武器和技术。此外，发展五代机，这也符合莫迪政府提出的自力更生的印度政策。不过，印度五代机项目第一次亮相是在班加罗尔航空展，也就是2009年的时候。当时这架战机看起来有点像美国的 F-35，预计2017年的进行第一次飞行。然而，光辉战机的事迹让他国难以相信印度自研。1983年光辉战机项目启动，2001年首架验证机进行首飞，2015年开始服役，前后历时30余年，硬生生地让印度做到了服役及落后的状态。如今 AMCA 项目仍由研发光辉战机的团队负责，不免让人对其充满担忧。你们觉得印度这个五代机项目最后又能是怎样的结果？会不会像光辉战斗机那样服役及落后？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